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这位打野绝后哥的一个瑞文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哈，一样还是8000多分的那个传说局。瑞文这个英雄强，就强在他那个攻击频率和攻击伤害根本就不低。但弱的话，你说他弱在哪里？弱在没有强控制嘛？不对啊，他有强控制，但唯独有一个可能差一点，就是那种不像男刀、盲僧这种能那么轻松的去那个，他还是要找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时机。你说他直接上？他不能像盲僧跟男刀那么灵活，直接有潜行是吧？引力效果，或者说盲僧那种一个 Q 是吧？超远程的一个直接接大招那些一套。瑞文的话，还有一个点，瑞文吃装备，他没装备，怎么说呢？还不太行。像这次的话是有2局，第一局的话是三项出装，但第2局的话是核心装备是黑切，但最后在绝活哥这边得出结论，就是3项的瑞文还是比黑切的强太多了，就可能因为会从手感上来判断吧。这里队友帮忙过来拿那个河道蟹，正面选择不要了。还抢到了对方的那个蛤蟆。那这样的话可以打双河血，这里漏视野也没关系了，对方应该是会选择换的。这里的话猴子这波在上面的，可以尝试蹲一手。果然在对面少一个等级，有大招，但是剑姬兵线推不进去，哇！但是这里对面中单支援过来了，辛德拉都过来了，拖太久了。补完装备直接赶过来了。根本辛德拉跟猴子都没有闪现的。其实刚刚那波稳稳的去吃河道蟹，反倒是赚的。造化弄人呐！哎呀，以为自己的选择，但说实话，选择是对的，只不过剑姬那边推进线进去太慢了，要利用那个优势去再扩大优势嘛。就自己先到5级这种优势，对面应该是红开的，所以猴子应该现在也在上半吧，上半区，他没有去打这个河道，那有眼的应该是看到了。猴子现在往下刷，有眼就不去排了，因为对方刷完蓝区的话，有可能去抓下路。奥拉夫没闪现，换掉了，那就不亏。猴子上面漏了的话，可以去反对方的野了。直接可以入侵野区，对面猴子应该往这边赶，惩戒吃到对面的蓝。看就这种思路，
有个点哈，有一些玩家呢，怎么说呢？可能有一天他突然上到了王者局，然后他或者说宗师局，他发现他的就是就是钻石升到大师王者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节奏跟不上他的节奏，就这个过程就是需要去学习的。但如果说你现在拿着王者局就是巅峰在王者局是吧？那个的一个节奏，你去玩那个低端局，你会很难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队友不会帮你，你永远都是一个人，因为队友接不上你的节奏。如果你升上去了，比如说你是普通玩家，你从钻石升上去了，那这个过程就是你去接受4个人的节奏，就是你是掉链子的，但4个队友是本地人，然后他们的节奏慢慢的，你的节奏就会跟上他们的节奏，你懂了吧？就有时候是这样子的，可能你刚升那个段位，你开局你会玩的有点难受，到后面你自然而然你就发现啊，我就适应下来了。也或者说你可以看我的视频，你去慢慢的，比如说你已经上了那个段位了，对吧？然后你看一下我的视频，对吧？找到我啊，什么宗师局、大师局，对吧？那你发现哦，这个节奏是这样子的，那你就大概明白了。哦，这里发条拉到2个，瑞文的一个爆发特别猛。哎，这里再过来，找到机会，一个大招又续上了。自从有了大招以后，这个刷新，这个发条的大招好猛啊！这瑞文的爆发真的好高，只要找到切入机会，他那一套爆发，你又扛不住，完全扛不住。回去把3项给做出来，有了3项以后就舒服很多。这里队友喊瑞文赶紧过来，别给机会。像猴子这时候有可能会选择来反野，去反刷蓝 buff 都可以，但是河道都是野。只要那个你看从往上走，你看三角草又有野，往下走的话，那个中路那边又有野，所以他没那个空间啊。就有时候你中单要帮队友防止反野的过程中，其实可以在三角草，就比如说你是上单，你就在三角草，然后你是中单的话，你就只要在河道草那边放个眼，对方猴子就没办法来说啊反，如果来反的话，肯定你就大概就能知道。除非猴子从中间摸过来，但中间摸的话，比如说又利用假身从那个小龙那边，就是龙坑那边下来的话，也是可以。但如果说你拿到了河道线，那就他就完全没路子走了。电击有闪现往后拉，对面伤害全部打完了，那这样的话就完全可以回头打，不用怕。这波等一手技能。对面辛德拉又来了，我去，对面辛德拉确实支援的很好，2波节奏都是被辛德拉给打断了。大家看完他的打野以后，你会发现真的很强。而且思路也很思路那些抓人的思路啊，那些都很不错。只不过我们在上帝视角时能看到他还有更优选的一个方式，只不过站在他那个角度，他能做到这些以后，其实你就能感觉到他那个思路已经很清楚了。这里过来直接找对面猴子，把他假身打掉也是有钱的哈。这里做个影魔刀，
为什么做羽魔刀呢？就是为了限制对方，就是这种很明显就是针对出装了哈。因为对面有输出的，现在最高输出的就是对面的辛德拉。这里过来帮忙守一下这个塔，对面强行拆。上路有4个人，这样子不好打了。可以看到猴子这里把那个剑姬的大招给骗没了。这里的话可以直接动大龙了，对面少一个人了，有个在下路，放个针眼。因为对面想要拿那个战略点，这时候就赶紧把大龙拿了。拿完大龙的话，尝试过来压塔，看能不能把2塔给推掉。又遇到猴子，把他的假身打到50块钱。这里过来做个切入，你看这是瑞文做个，只要有好一点的那个切入点的话就很舒服。中路的话还有一波线，可以尝试把这个兵线，把他的2塔给推掉。上路线的话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2塔也给压掉，那大概率是可以的了。对面想开团吗？没有大龙 buff 了，所以往后撤就行了。这时候让队友赶紧刷野怪。是打野的经济，像这种局你就不能说自己贪经验，因为大家都是高手，你知道吗？玩的只要不是太差劲，你可以看到大家都玩的很不错的，所以你有经济领先的话，可以让队友帮你吃你的经济，这样的话大家都提早6神，都会一件好事情。这里闪现拉出来。如果没有这个羽魔刀的话，这就真要死了。对面抓边永远都来4、5个人，打得超级难受。还好这里面是有羽魔刀的。差点钱做这个冰刀、冰刃。为什么叫冰刃呢？因为它能有减速效果。就像冰杖一样那种效果嘛，
所以有些人就叫他冰刀或者冰刃。猴子的假身，打掉也行，只要不是那种团战的时候就不要去打了，浪费技能。必须得让剑姬去单带啊，让剑姬去带下路线给压力。现在的话，就维鲁斯有那个水银世代，这里的话刷经济，没有闪现的话，其实并不是很好跟哦。团战的话，开起来没那么好开的，对面手长一些，如果被对面拉扯到了，就其实不太好。阿拉夫漏了的话，就直接可以开了。哎，有眼，把眼一排，故意偏一下龙，看对面会不会赶过来。但对方也不漏，非常警惕。对面辛德拉斩杀线还是蛮高的，没那么好打。被探照探到了，猴子过来，假身，对面，好，瑞文进行收割了。猴子是秒掉，这里的话把维鲁斯也给秒掉，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一波了。对面秒个辅助，其实可以推下路。对面直接投降了。好，那第一局结束了，大家可以接着去看第二局，欢迎大家接着看。